他说他要打破枷锁，他说他要解放世界，可最后当他站在铁王座前，他烧掉的却是整座城市。丹尼利斯·坦格利安，那位龙之母，他的堕落是命运的悲剧，还是人心的必然？欢迎来到心理尽头。今天我们从《权力的游戏》里最具争议的角色龙妈谈一谈，为什么一个想拯救世界的人最终成为了新的蜂王，又为什么我们总会在权力里迷失自我。丹尼利斯的故事从受害者开始，他被当作政治筹码，被迫出嫁，被贬为附属，被践踏，被侮辱。直到那一刻，当他在火焰中重生，带出3条龙，那团火烧掉了他的恐惧，也点燃了他的意义感。他说，我要解放所有的奴隶。那是他的神话时刻，也是他被理想吞噬的开始。荣格学派说，当一个人被某个原型吸引，他就会无意识地成为那个原型，他不再是自己，而是那个拯救者、智者或英雄的投影。丹尼利斯披上了拯救者的外衣，他以为那是信念，其实那只是一套戏服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的命运就不再属于自己。龙妈看似在拯救奴隶，但其实她是在拯救那个被践踏、被剥夺一切的自己。她的心里有这样一个信念：我不会再被控制，我要让所有人都重获自由。这是创伤的反向投射。被控制过的人最容易渴望去控制别人，因为龙妈真正的目的是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军队，从而能够回到君临城，夺回属于自己的王座。而坐上王座，就代表他可以掌控一切。随着征服与胜利的积累，他开始体验到了另一种感觉，掌控的快感。科学研究显示，当人获得控制感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多巴胺，这是一种让人上瘾的快感物质。于是权力不只是工具，更像是一种心理毒品。丹尼利斯不是单纯的暴君，他是被权力感催眠的理想主义者。他深刻地相信我是对的，这是权力最危险的部分。他不需要让你变坏，只需要让你相信自己才是正确的。于是毁灭一座城市就变成了解放它，烧死敌人就变成了替他们赎罪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屠杀，而是在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时，他就不会再有罪恶感。心理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合理化，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，它能够让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找到一种看似合理的理由，或是找出一些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行为和不愿意承认的事实。这种心理机制有别于我们平时所说的狡辩或是找理由，它更加接近我们的潜意识。当我们做出某一件事情，而这件事情与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有所冲突的时候，我们的潜意识会自动筛选或构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让这件事与自我认知重新匹配，从而缓解内心的焦虑、愧疚或挫败感，保护自尊不受冲击。对龙妈来说，杀死所有那些所谓的贵族，解放被奴役的人们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合理的解释。而她拥有和能够控制龙，更是让她深信自己才是那个天选之人。其实龙妈的疯狂并不是从烧城那一刻开始的，这种疯狂早已在她的血液里、记忆里，甚至梦里潜伏了很久。他的父亲是被世人称作蜂王的国王，
人们都说坦格利安家族的血液里流淌着疯狂的基因，这一点在龙妈的哥哥身上似乎也能捕捉到一丝痕迹。而龙妈丹妮始终坚信自己和他们不一样，因为她身处大火之中却能安然无恙，更因为她在大火之中孕育出了3条龙。当她给予了那些奴隶们自由的那一刻，她在向所有的世人们展示，丹尼利斯、坦格利安和蜂王完全不同。虽然他手握力量，却愿意给予人们最大的自由。当他带着他的龙一一解放那些城市的时候，他更是坐实了自己的这一信念：我不一样，我才是那个天选之人。可后来，当他发现自己解放了那些奴隶之后，社会局势并没有按照他所想的那样去发展。贵族们暗中反抗，明面上又不断挑唆，奴隶们又想要杀死所有的贵族。而当他离开城市的时候，那些奴隶主又会重新夺回对城市的控制。这一切都让他显得十分无能，似乎他并没有统御国家的能力，而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他选择使用自己最熟悉的手段来处理这些问题，那就是用龙威胁或杀死那些人。弑君者阻止了蜂王屠杀整座城市，背负了一生的骂名。但极具讽刺的是，最后仍然是坦格利安家族的丹尼利斯用龙火烧毁了整座城市。当琼恩斯诺无望地站在烧成灰烬的君临城当中的时候，他看到的并不是龙母丹尼利斯，而是另一位蜂王丹尼利斯。心理学上，这种现象被称为代际传递。它的意思是，一个家族未被处理的恐惧、羞耻和愤怒，以及所有那些潜伏在潜意识当中的黑暗阴影面，会一代代地传递下去。这种传递并不是通过基因，而是通过情感的方式来进行的。孩子们继承的不只是父母的血统，还有他们的创伤叙事。让我们来看一个身边的例子。有一个女孩从小看到自己家里的父母情感不和，她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当她长大以后，她交往了自己的男朋友，可是她很害怕小时候发生在父母身上的事会发生在她自己的身上。于是她对男友的控制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激烈。她需要男友不断地向她汇报自己去了哪里，跟谁在一起，在做什么。久而久之，男友受不了这样的强烈的控制，最终向这个女孩提出了分手。在这个案例里，这个女孩就像龙妈那样，一直活在自己父母情感不和的阴影里，最终自己也走上了母亲的老路。回到我们的剧情中，丹尼利斯从未真正见过他的父亲，但他也一直活在那个故事的阴影当中。他听过蜂王的传说，听过坦格利安家族的疯狂，于是他拼命地证明我不会像他一样。然而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极力否认自己的一部分时，那部分往往会以更极端的方式回到他的生命中。荣格说过，你丢出窗外的那些东西，总有一天会从后门悄悄地溜回来。阴影并不是邪恶，它是被我们拒绝的那一部分自己。你越压抑它，它就越强大；你越害怕成为蜂王，你就越会被蜂王的影子所吞噬。所以丹尼利斯越想成为光明的拯救者，就越无法察觉自己身上那股正在觉醒的黑暗。当他坐在龙背上指挥巨龙起飞的那一刻，其实他就已经被内心那个被压抑的恐惧所占据了，那个从小被背叛、
被迫流亡、被剥夺一切的女孩，终于用火焰回应了她一生的无力感。最后，她孤身站在雪地里，望着梦寐以求的铁王座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终结在这里。她赢了所有的战争，却输给了自己。当一个人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脆弱时，他会通过拯救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力量。但如果没有人能够拯救他自己，他的这种爱就会反过来变成吞噬他自己的黑暗力量。我们最想拯救的，往往正是我们最无法面对的部分。丹尼利斯最终被自己理想化的自我吞没，他变成了他最讨厌的那种人，以自由之名奴役他人，以爱之名制造恐惧。或许龙妈最终不是被命运所击败，而是被自己拒绝承认的那一部分所吞噬。丹尼利斯的悲剧不只属于他，每一个想改变世界的人都要先问问自己，我想拯救的是世界，还是那个脆弱的自己？理想的光越强，阴影就越深。真正的成熟不是驱逐黑暗，而是与阴影共处。感谢你收看本期心理镜头，下一期我们将走进另一位权力的镜像瑟西·兰尼斯特。他的故事会告诉我们，恐惧才是权力最古老的根源。